大家好，我是苏菲原子。I've been repeated this so many times。今天是我第一次面对镜头讲话，所以呢，我做了超级多的准备。那我们就开始吧。最近呢，很多即将要来英国或者计划要来英国的朋友们，都会过来问我一些有关英国疫情的问题，例如上课危险不危险啊？大街上的人们是不是都戴口罩啊？英国人是不是都在疯狂的囤货，根本抢不到厕纸？下学期到底还要不要去英国呢？等等等等，这样一系列的问题。我呢，目前是在伦敦的卡斯商学院读研，之前也是在英国住了很多年。今天呢是2020年的10月21号，昨天的时候我们收到通知，说是我们专业有2位同学已经确诊患有新冠病毒了，他们周围的密切接触者里面也有人开始有疑似新冠病毒的症状了。然后今天早晨，我们专业的 course tutor 就给我们发邮件说，从明天开始，接下来的2个星期，我们所有的课程都要改成线上上课。恰逢这次我同专业的同学确诊，再结合这半年来我在英国所观察到的一些情况，还有积累的一些经验吧，今天就在这儿和大家好好讨论一下英国疫情的这些问题。今天是21号，截止到昨天10月20号的数据，英国的总确诊人数是76万人，死亡人数是差不多4万人。治愈的数据呢，可能是由于统计方式啊，或者政府出于某些顾虑是一直没有公布的。这个数字是个什么概念呢？英国的总人口是6000多万，不到7000万人，确诊了76万人的话，也就是说现在在英国每100个人里面，甚至不到100个人里面，就已经有1位确诊案例了。当然，我们不能纯粹以数学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毕竟新冠病毒呢，它是个聚集性感染的疾病。像是3月的时候，是养老院啊、医院啊这些地方的情况比较严重。最近呢，是因为学生都回到了校园里面，再加上前段时间呢，政府为了刺激经济，有鼓励大家都去外面消费，所以这次疫情呢，是学生还有年轻人确诊的比较多。今天我去看了下新闻，全英国应该起码有50多所大学里面是有出现新冠病毒了，其中曼大呀、格拉斯哥呀、诺丁汉还有谢菲尔德这些大学的情况都比较严重。利物浦大学还有曼大呀这些学校都已经转成全线上上课了。英国的这波疫情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比较严重的呢？好像是10月初的一个周末，英国政府在它的最新日增里面把之前遗漏的一些数据全部都补进去了，这就导致那一天突然这个新增确诊案例一下子就飙升到了2万2，之后的那一天是降到了1万4。但是从那之后，就是这个数字再也没降下来过，一直都是1万5到2万的样子。对于这个数据遗漏呢，英国政府说是 system error。后来新闻是有报道，英国政府是用 Excel 来传输数据的，可能是因为这个 Excel 的版本太过老旧了，也可能是因为这个数据库太庞大了，所以导致传输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差错。Anyway， 给大家看一下现在的这个疫情和3月的时候这个对比，这样呢，你们就会有一个比较直观的感受。可能现在大家就会有一些疑惑呀，为什么英国的疫情都这么严重了，还不打算像3月份那样全国封锁呢？这是因为啊，虽然感染的人数很多，感染率很高，R 值是1.5左右吧，1.3到1.5，但是英国现在的死亡人数还有死亡率比起3月份的时候是低很多的。当然啊，英国政府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做的。前段时间呢，为了控制疫情的蔓延， Boris Johnson 推出了一个 3-tier restriction 的政策。这个 3-tier restriction 呢，就给疫情划分了3个等级。在 Level 1这个级别，酒吧还有餐馆是可以营业到晚上10点的。不同家庭的成员也是可以见面的，只要不超过6个人就行。Level 2呢就更严重一些，不同家庭的成员在室内就不能再见面了，但是室外还是可以见面的，只要最多不超过6个人。
伦敦上个周末呢，就把它的这个疫情级别提升到了 Level 2。上个周日呢，我本来是约了一个朋友要去他家里玩的，但是由于伦敦疫情这个级别的提升，我们最后就只能在公园见面了。最高级别的 Level 3呢，是不同的家庭在户外也不能见面了，但是像是在公园这些地方是可以见，所以这个政策就是有一点 confusing， 应该是餐馆啊，或者是一些 hospitality 的地方都是不能再见面了，但是在公园还是可以见的，只要不超过6个人。在 Level 2的时候，酒吧还有餐馆都是可以营业到晚上10点的，但是 Level 3呢，只要不提供 substantial food， 就禁止他们再继续营业了。目前呢，政府是把曼彻斯特这个城市的疫情级别提升到了 Level 3。也就是 very high alert， 但是曼城市政府对这件事情是非常反对的。他反对的理由就是政府没有办法阻止所有人进入曼彻斯特。假如曼城花费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还有 cost， 让整个经济停摆，然后让所有店都关门，疫情的传染途径并没有被切断，那他们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他们市政府是坚决反对这个政策的。虽然呢，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曼彻斯特可能不得不把这个疫情级别提升到 Level 3， 但是吧，我觉得这个市政府的担忧是不无道理的。天哪！在录制这个视频的时候，我收到了我老妈的微信，她给我发了那个最新疫情的一个文章。今天的新增病例是2.7万，天哪，这都快3万了。她给我发了一个英国大学的疫情地图，我看看啊 ，Northumbria 1522例 ，Nottingham 1873例，天哪。Newcastle 是1770例，快2000例了。Bristol 也是超过1000例，1012例。Durham 1511例。Sheffield 是1087例。曼大是1752例。所以曼大还有诺丁汉都是比较严重的大学。唉，好了，我们继续。刚刚也提到了疫情比较严重的学校，像是曼大，他们的课程已经全部都转成了线上上课。我们学校呢，是一直都是 hybrid 课程，也就是线上还有线下同时进行。以我们专业为例，这个学期我们一共有6个 modules， 其中有2门课因为老师不在伦敦的原因，我们是全部线上，其他的4门都是 hybrid 课程，平均每门课呢是有3个小时的 lectures， 有一些大学的 lectures 可能是 live 直播的形式。我们学校呢是老师会提前把这个 lecture 的内容录好，然后每个星期会把这些 videos 上传到 Moodle 上，所以学生在去学校上小课之前，都应该先去听了这3个小时的 videos， 然后再把相应的作业做了，才会比较能理解 class 上老师在说什么。On campus 的课程一般是1个小时。但是我们也有老师会根据整体班级的学习进度，随时增加几个线下的 tutorials， 所以呢，加上 reading list， 还有这些 exercise homework， 整体的这个学业负担呢，比我预想的是要重很多的。然后我们学校目前计划第1个学期所有的考试都是线上考，不知道其他大学是不是也这样？我猜应该隔离中的大学都这样。我们学校进教学楼的话是有免洗洗手液，进入学校的话必须要戴口罩，去图书馆借书呢都必须提前在学校的这个系统上预约，要 pre-request 你要借哪一本书。然后才可以去图书馆领书，所有的 study space 还有 study room 都必须提前预定才能使用。我们教室里的座位呢是有贴一个 stickers， 这个 stickers 就可以帮助大家知道哪一个位置是可以坐人的，哪一个位置是不能坐人的。所以当你选定了一个没有贴纸的地方坐下，你的前后左右都是没有人坐的。跟我之前在伦敦读本科的时候比呢，因为大家全部都戴着口罩，然后下课了之后可能就会各回各家。对于比较害羞的一些学生呢，可能在认识新同学方面确实是会有一些困难的。
像我开学的前2个星期就非常的忙，一下课就得冲出教室，然后去干一些其他事情，所以开学前2周我基本上是没有再认识新的同学。到了第3周的时候，我就开始下课后主动找同学聊天，这样就慢慢的认识了几个新同学。假如在伦敦读研的话，可能都会有这个 group work assignment。我觉得 group work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认识新同学的机会。我们 research method 这门课就是有 group work。以往呢，都是老师会尽量把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人组在一个组里。这次呢，可能考虑到有一些同学都还没有到伦敦，所以老师就让我们先自由组队。到截止日期的时候，还没有队伍的人会被随机分配到一个队伍里。我的建议就是一定要好好把握这样的机会，尽量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专业背景，甚至拥有不同工作经验的人一起组队。尤其是对在英国只读1年研究生的同学来讲，我们平常可能会因为害怕这个疫情啊、传染啊，就不敢去和同专业的同学去喝酒聚会，所以 group work 可能就是为数不多的可以和英国或者其他国家的同学一起共事、一起交流的机会了。很多毕业生呢也会问我说，今年求职会不会受到疫情的影响？ Unfortunately， 这是肯定会的。根据我目前在伦敦 City 工作的朋友，还有一些在欧洲工作的朋友，他们的反馈吧，像是4大本来应该今年8、9月份入职的这一波 New Blood， 他们的入职时间被推迟到了明年的2月份。还是拿4大举例，今年招聘比较多的职位几乎都是 Audit Department， 或者是在疫情期间可以 generate revenue 的这些 departments， 所以正在招聘的职位比往常是少了一些的。但是前段时间我们系的 Cray 老师跟我讲说，因为有一些公司呢是正在裁员，然后他们是不可能裁员还有招人同时进行的，肯定是要先把裁员这件事情完成，然后他们再 reassess 一下他们每一个 department 需要招多少人，这个时候才会开放一些职位。所以说可能之后还会陆陆续续出一些招聘的职位，机会还是有的，大家还是要多去留意的。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就是咱们交的学费里面有20%都是付给学校的 library service 还有 career service， 所以真的一定要好好把它们都利用起来，多去找 career 老师咨询，帮你看 CV， 帮你 review application， 甚至帮你模拟 interviews， 多去 LinkedIn 上跟其他人 network。 虽然因为疫情的影响，今年不太可能会有 coffee chat， 但是我们可以找他们 Skype 或者 Zoom meeting。可能1年之后，有一些同学没有办法在英国 land their dream job， 但是这1年中，大家在找工作过程中或者 network 过程中积累的这些经验，还有这些 communication skills， 对之后的职业发展肯定是非常有帮助的。日常支出行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了。3月份的时候，确实是有出现厕纸、面包粉、意大利面还有肉酱这些东西的严重缺货。好像是我快来伦敦8月份了吧，8、9月份的时候才能买到面包粉。然后厕纸是大家确实有严重哄抢了一段时间。现在呢，各大超市准备的可谓是十分充分，所以完全不要担心。假如大家不想去超市里面买东西的话，Waitrose、Marks Spencer、Tesco、Sainsbury、阿斯达还有 Ocado 这些超市或者线上超市都是可以提供 delivery， 就是送货上门的服务。中国学生可以从 Hungry Panda 上订中超，当天就可以到，所以食物是没有严重短缺的。像是3月份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有1、2个月左右订不到 Waitrose， 3个月订不到 Tesco， 当时唯一能给我们家送货的应该是只有阿斯达，但是现在订这些超市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其实 Amazon 上也是可以买到很多日用品的，所以大家假如急需哪些东西的话，也可以去 Amazon 上看看。假如是要买护肤品或者化妆品的话，像是 Look Fantastic、All Beauty 这些电商都能买到。像是 Selfridge
假如买了他们全年 delivery 的会员，就跟京东一样，今天下单，明天就能到。对于那些想来英国看 opera、看歌剧、看芭蕾舞剧、看音乐会的朋友们来讲，今年就有点不那么友好。像是今年1月份的时候，我和朋友就订了 Royal Albert Hall 9月中旬的 Harry Potter 一个 concert。7月份还是8月份的时候，我们两个都收到了邮件，这个音乐会被 postpone 了1年，到明年2021年9月才可以去看。然后我前段时间也上网搜了一下，发现目前是并没有剧院开门的。但是像 Royal Albert Hall 和 Royal Opera House， 他们会把往年的一些演出放到 YouTube 上面，所以大家可以去那上面看。除了剧院之外呢，博物馆是照常营业的，不过为了控制这个在馆的人数，现在是采取预约制，大家一定要提前订好票才可以入馆。对于那些即将要来英国的朋友们，我个人是有几个建议的。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在国内打好流感疫苗再来。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新冠病毒本身并没有非常可怕，但是它和其他的疾病 underlying health condition 或者跟流感甚至跟肺炎一起发生的时候，它的这个症状就会变得非常的严重，所以一定要打流感疫苗。英国的话，我9月中旬的时候还是能订到 Boots 的疫苗，9月底的时候就只有 Tesco 能打。到了前几天，我室友想去打的时候，像 Tesco、Sainsbury、Lois 这些 pharmacy， 他们都已经停止接受65岁以下的客人去打流感疫苗了。但是还好 Superdrug 还是可以接受 walk in 打疫苗的，所以那些在英国但还没有打流感疫苗的同学，赶紧去 Superdrug walk in， 可能过几天 Superdrug 都不再接受65岁以下的人去打了。第二个建议呢，就是口罩。虽然英国这边也是可以买到医用口罩的，但是像是 N95 啊，还有 N99， 它们的叫法可能不太一样。大家刚来不熟悉的话，很可能会买错成工程用口罩。所以，假如行李箱有富裕地方可以放口罩的话，那就多带点口罩过来吧。第3点建议呢，就是假如愿意在外面找房子租的话，就尽量不要住宿舍，在外面租房吧。为什么会建议这个事情？是因为英国有一些宿舍，不是所有的宿舍，但有一些宿舍，他们的通风管道是那种中央通风管道，每一个房间的那个通风口其实都是连着的，这样就很容易让病毒在这个宿舍楼内传播。还有一些宿舍呢，他们是几个 rooms 的同学一起 share kitchen 或者 share bathroom， 这样的话也是会有一些传播的风险的。就算有一些同学住的是 studios， 但其实还是要和整栋楼的人共用几台洗衣机。所以我个人的建议呢，是能在外面找房子租的话，就尽量在外面租房吧。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建议，有些同学就是想住宿舍，这样可以多认识一些同学啊，多认识一些朋友啊，我觉得这完全可以理解。第4点呢，就是现在来英国的话，还是会有14天的隔离期，所以大家知道自己哪天要来英国的话，一定要提前把食物订好了。假如是在外面租房子的小伙伴觉得需要添置一些家具的话，也要提前在 IKEA 上预定。我是9月20多号搬到伦敦新租的这个公寓的，结果可能是因为新学期刚开始，订宜家的人太多了，我的所有家具是隔了2到3个星期才全部送到。中间的这段时间呢，因为我和我室友2个人的房间都只有1张床和1个衣柜，没有任何其他可以储存东西的地方，所以就过得很难受。大家一定要吸取教训，提前订好你们想订的东西。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可能就是心理准备吧。毕竟国内现在是已经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了，大家都在外面
吃喝聚餐旅游，一点事情都没有。但是来了英国之后，就会进入一个疫情非常严重的地方，可能会造成一些心理落差吧，甚至可能是因为宿舍楼有感染案例啦，或者同专业的学生感染了，导致本来线下上课的课程也全部转为了线上。所以这方面我觉得是需要做一点心理准备，因为真的可能会发生身边人感染新冠，甚至需要长期隔离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是，有些人会问我说，英国的疫情都这么严重了，那我们下个学期到底还要不要来英国呢？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没有一个正确答案的，非常的因人而异。假如有些朋友的目标就是要去拿本科或者研究生的文凭，那其实只要有网络，只要有电脑，无论是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都是可以办到的。这种情况确实就没有必要非来英国学习不可了。但是假如有一些人呢是比较重视和英国人啊、欧洲人他们的交流，去体验一下这边的文化历史，对于这些朋友呢，在体验生活和这个疫情危险性之间平衡一下，再决定最后要不要来英国。好了，今天的介绍呢，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无论是已经在英国的朋友，还是即将要来英国的朋友，希望这个视频呢是可以帮助到大家的。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请一键三连，点赞并关注我的频道。如果大家还有任何其他问题呢，欢迎在下面留言。我们下个视频见。